大家好，我是皮特。现在呢已经夜深了，可以看到变色龙它都已经熄灯睡觉了。那最近呢，其实有蛮多种类的虫，它都开始羽化，不过呢都是比较零星的，可能这种出一些，这种出一些。那今天呢，就来跟大家分享一种还没有介绍过的，而且呢，它也是我自己来说第一次饲养，它是相当有知名度的大扁哦，它是牛头扁锹形虫。我们今天就来开挖牛头扁锹形虫。好，那这个牛头扁锹形虫呢，它算是大型扁类，不过呢，跟这些巴拉望还有苏门来相比，它的体型呢就稍微逊色了那么一点点哦。它的大型尺寸大概可以到9公分，那一般饲养而言，能养到8公分就已经是大型个体了。那牛头扁呢，它其实是非常知名的、非常有人气的，主要原因呢就是在于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会弯曲的牙齿哦。这个特征呢，跟众多的这些大扁相比，就是非常独特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个牛头扁锹形虫，它虽然非常的有人气，知名度也算高，不过对我而言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饲养这个牛头扁锹形虫哦，也算是一个初体验啊。这个记录养的非常的简约哦，非常的简约，但是呢，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喜悦，希望他们的表现也还蛮不错的。今天有3只已经羽化成虫喽，那我们马上来带大家看哦。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记录哦，其实非常的简约哦，就是6月的时候取得1龄虫，10月19号就是它的最重体重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算一下哦，它其实从1龄虫到羽化时间非常的快哦，7、8、9、10、11、7，总共呢大概花7个月的时间就已经羽化成虫了，非常的快。那 CP 值还蛮不错，蛮高的，吃了2瓶菌就已经羽化了。饲养方法呢，就是吃这个袖珍菌哦。这些大扁呢，我自己习惯是用袖珍菌来饲养。然后第一只，我们先看幼虫中间比较小的，这只是42克嘛。然后蛹翅在这边哦，其实已经可以看到成虫的头哦，在这个里面成虫的头。那蛹翅大概就是这个长度而已。马上带大家来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个牛头扁锹形虫，到底为什么叫做牛头扁锹哦 ？Open。讲哦，非常不错，这只羽化的呢是很成功的。那看到这个虫呢，应该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，它的牙齿呢是有弯曲、有弧度的哦。来，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侧边有没有？这个侧面，它前面呢就像是一个牛的牙齿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合并，非常的往内弯。那牛头扁的学名呢，就是 Docus bucephalus 哦。那既然叫牛头扁，所以这个 bucephalus 顾名思义，它一定是一只，它是一只战马哦，没有错，它是一只战马。那为什么叫牛头呢？其实是因为这只战马它是亚历山大的爱马哦，它的名字，战马的名字是牛头的意思。这个词呢，未来就用在一些有牛头表示牛头这样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形容哦，所以这个。DB 它事实上是一只马，不过它叫做牛头，因此得名叫做牛头扁哦，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，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。看这个表现就知道，这个被咬到一定是非常的痛哦，可能比一些大型的巴拉望咬到还要痛，因为它这个牙很短，施力非常直接。这个是牛头扁锹形虫哦，哇，这只顺利的羽化，这只只有42克哦，这只只有42克。那来量一下它有多大只。好，这一只是79哦，好79，是大型的一只牛头扁哦，不过呢没有80，就稍微可惜了一点点。不过呢很漂亮，这个牛头扁的特色都已经完全的展现出来哦，这个牙齿就是它最独特而且是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好，那马上来看下一只哦，看会不会表现比较好一点。这只呢重量就重一点点，有44克哦，44克。那一样，我马上把它开挖。那因为我都已经很确定它是成虫了，所以就挖的比较快一点，马上抵达它的蛹室。这是第2只，然后第3只同样也是44克哦。不过这一批它们的表现应该都会蛮接近的啊。好，一样知道它的蛹室位置，而且确定成虫，我们把它倒出来。好，这样来看一下哦，有没有比较大呢？第一只是79，第2只是79，这只也是79。好，你去这边休息一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只哦。
第3只是多大呢？第3只也是79，哇，这3只真的是好兄弟耶，连尺寸都非常的接近哦。牛头扁最特别的，我们从侧边看这个牙齿，真的非常的迷人哦，非常的有这个弯曲。虽然这3只都没有到8公分，不过它的这些特征都已经有展示出来哦。我觉得应该在末期的时间实在是放太久了，比较没有顾到。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再好好的试想看看，能不能养出更大型的表现哦。很漂亮，从侧边就可以凸显出这个牛头，为什么会叫它牛头？这个牙齿的这个弯曲弧度，真的是大扁里面很不一样的一种种类哦。牛头扁，而且也算是还蛮大型的，只是我养的比较小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把它养大。很不错，真的很不错哦。牛头扁锹形虫。这3只呢是看到已经确定成虫，比较早羽化的。那这一批呢还有其他的公虫，这一只呢是可能比较大一点，它的幼虫有47克，这只还是蛹的状况哦。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蛹的状况，蛹可以更明显的看出这个牙的这个弯曲度哦。这只呢是幼虫重47克的牛头扁锹哦，那这只后期就有更换到菌，所以我猜这一只的表现会比前面3只要来得更好一点。赶快把它的蛹给挖出来看一下。这个是它的蛹室嘛，那头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就从前面的地方来挖。好，小心的挖，然后接近蛹室的时候放慢。OK， 哦，可以看到蛹的样子喽，感觉头有比较宽。OK， 出来了。哦，讲讲哦，这只就是后面这个比较大只的牛头扁哦。那有没有比前面的2只大呢？前面几只大呢？我想应该是很明显的有大一些哦，很明显的有大一些。哦，从这个牙齿的大小，还有它这个头，整个头的宽度就差很多哦，应该是小巫见大巫。那这只的蛹呢，我们可以从这样看哦，对比一下，因为它羽化大概就是这个大小，那绝对是比今天挖这3只要来的表现更好，应该有80出头的水准哦，就算是大型的牛头扁锹了。那我们就期待一下这一只的羽化哦。不过可以注意到它的牙真的是比较短的那种哦，但是从侧边看就可以看出这个牙齿是有非常独特的这种弯曲度，弯曲度就是牛头扁锹最独特的地方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后面的表现会不会好一点，然后下一代呢再努力的把它养到更大的尺寸哦。牛头扁锹，好，那上次记得我们开挖的这个 PGK 的蛹吗？最后一只就是当时把窄口菌开挖的那一只蛹呢，它已经第一个抢先羽化了，抢先羽化了。这一只就是当时窄口菌的那一只 PGK 的蛹，那我们就来测量一下它有多大只哦，它有多长。好，看一下这只呢是 PGK。这只呢，就是当时影片里面最后一只在窄口菌里面的这一只 PGK 成虫哦。那它已经顺利羽化了，所以我马上来测量一下它有多大只。这一只的体型是106，好，带大家看一下。
106哦，106，把它记录下来。那这一只呢，像大家看到它是吃菌平的哦。我自己的感觉，吃菌平的这个身体好像有稍微比较大一点点。像我之前有养用木屑饲养的，它羽化出来107，它的身体呢好像就比较瘦长。那身体比较小的话，它就可以把体重呢更多去冲在它的牙齿哦，牙齿冲的越长，它自然体型呢就更容易大只哦。那这只呢是第一只用菌平饲养的长颈鹿巨，跟大家分享哦。真的是很大型哦，很长，世界上最长的这种锹形虫哦，长颈鹿巨锹形虫 ，BGK K 亚种。哦，都是黑虫，来看一下牛头扁，还有长颈鹿巨哦，这是我们今天带大家开挖的哦，2种算是蛮有人气的甲虫哦。好，那现在时间呢也不早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只比较先羽化的成虫，有牛头扁。然后还有像是蛙的长颈鹿巨，赞！那我们就期待后面有更好的表现哦。这就是今天4U的内容，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